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总会与许多不同的人相遇，并且会目睹他们经历各种挑战和困难。无论是亲密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是同事或偶然遇见的人，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要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然而，当我们谈及因果这一概念时，我们会发现，过度干涉或介入他人的命运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甚至阻碍他们在生命中的学习与成长。什么是因果？因果是一个古老而深远的哲学概念，特别在东方文化和灵性修行中尤为重要。它代表了每个行为或思想所引发的结果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宇宙的能量法则。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因果，这不仅指的是当下的行为，也涵盖了我们过去所作所为的累积影响。我们今天的处境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困难，都是我们过去的因和行动所结成的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动负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所经历的挑战与挫折是自我学习和灵性成长的一部分。这些经验让我们理解错误，学习修正，最终变得更加智慧和坚韧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他人困境时，应该理解这些困难是他们的因果，一个他们必须自己面对和处理的过程。介入他人因果的后果，当我们选择干预他人因果时，往往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。这不仅影响他们生命的进程，也可能会对我们自身产生影响。以下是一些介入他人因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削弱他人成长的机会。每个人在面对生命挑战时，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，无论是情感上的成熟，还是智慧上的提升。当我们过度干预，替他们承担责任或解决问题，会使他们错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例如，当我们看到朋友在人际关系中受挫时，若过于插手干预他们的决策，可能会让他们失去自我觉察的机会，无法从错误中学会如何维护健康的关系，增加对方的依赖性。如果我们总是帮助他人解决问题，他们可能会开始依赖我们，失去面对自己挑战的勇气和能力。这样的依赖关系长期下去，不仅会让他们失去自信，还会让我们自己感到疲惫和压力，最终对双方都是不健康的。每个人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主人，而非过度依赖外界的救援，引发我们自身的业力。介入他人的因果不仅会影响他们，也可能让我们卷入其中，形成自己不必要的业力。业力是一种能量的积累，当我们参与他人的选择和行为时，我们也在无形中创造了与这些行为相关的结果。这意味着，我们可能承担了一部分本不属于我们的责任和后果。如何分辨何时介入或不介入？不介入他人的因果，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困境视而不见，而是学会在适当的时机提供支持，同时尊重他们的生命进程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明智地分辨什么时候应该介入，什么时候应该退后呢？以下几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：引导而非控制。当我们看到他人困境时，可以选择通过分享经验或提供建议的方式引导他们，让他们自己思考和做出决定。这样的引导不是控制或干涉，而是一种智慧的支持。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伴随者，
而非替代他们做出决策的掌控者。倾听而非干预。有时，当他人陷入困境时，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，而是一个倾听的耳朵和一颗共情的心。通过倾听，我们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，这样的情感支持比具体的行动干预更为重要，也不会让对方感到依赖或失去自主性。帮助对方学会面对挑战。真正的帮助不是替他人解决问题，而是帮助他们学会如何解决问题。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工具、方法或观念，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解决能力。这样，他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，将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。尊重因果就是尊重自由意志。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和道路，而这些选择都会带来相应的结果。当我们尊重他人因果时，实际上也是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。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并从中获得成长。结语：让生命自然流动。生命如同一条河流，有时平静，有时湍急。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去改变他人河流的流向，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尊重他人的因果，就是尊重他们的成长过程，让他们自己去经历、学习，最终达到属于他们的觉醒与智慧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在旁边默默支持，随时准备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引导和陪伴，而不是取代他们的人生选择。因此，选择不介入他人的因果，不仅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与尊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平和、觉察，并学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内在的力量与平衡。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您心灵的避风港。我们致力于分享正念休息、自律训练与心灵成长的内容，帮助您在喧嚣的现实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无论您是想提升自我，还是寻求更深的灵性生活，我们的影片将陪伴您走向更平衡、更充实的生活旅程。订阅我们，一起开启心灵修炼之路。